白马岛上，华夏游客加起来大概有40人左右。若是按照华夏普通的宴席规矩安排，怕是要几家人拼着做。不过，餐厅并没有按照传统中餐宴席的方式，搞8人或者10人一桌，而是由厨师设计了一套喂菜的菜单，按照日式怀石料理的方式，将菜单的明细写在纸上，每人一套，全是分餐制。这套菜单一共16道菜品，按照中餐的习惯，4道凉菜、4道炒菜、4道炖菜、2道汤品以及2道餐点。除此之外，还为客人准备了多种中式白酒可供选择。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每个人上菜时都只是一小份的喂菜，不用与他人共用餐具，也不会造成额外浪费。最重要的是，几人都能承袭。正常情况下，出来玩的情侣点上3、4道菜就已经吃不完了，上齐16道菜太过浪费，拼桌又影响体验。这种分餐的方式对2人、3人、4人出行的小家庭来说非常友好。吃饭时，伯纳德·埃尔诺特地让服务员端着白酒，挨个桌向客人敬酒。此刻的他，除了容貌和皮肤是欧洲白人之外，看起来跟华人已经一般无二。到了马尔代夫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春晚的现场直播准时开始。春晚在华夏的地位，就像美国人的超级碗，甚至比超级碗的意义还要重大得多。所以，哪怕它本身已经没那么好看，但大多数华夏人还是愿意坐在电视机前走马观花地看一看。曾经连续几年的春晚，最大的冠名合作方都是互联网公司，尤其是淘宝的出镜率最高。但今年最大的冠名赞助商春晚，终于换上了一个实体企业长鹰汽车。虽说长鹰汽车的实车还没有生产出来，也没有发布任何车型，但前段时间的各种预热，以及和塔瓦纳的深度联动合作，都让这个品牌赚足了关注度。现在它又成了春晚的最大冠名商，热度必然又会提升一大截。主持人在感谢了长鹰汽车的赞助和冠名之后，还向所有观众宣布，长鹰汽车的首款车型即将在7月1号，也就是下半年的第1年正式发布。这个消息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以及汽车圈的人震动不已。知道长鹰汽车速度很快，但没想到这么快，下半年第1天就要发布第1款车，这速度比雷米还要快上不少。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长鹰汽车的现金储备比整个雷米集团还要多，更不要说雷米汽车了。当今社会永远是有钱好办事，在足量资金的加持下，所有环节的速度都会成倍提升。根据贺远江的规划，长鹰汽车的第1款量产车将在今年上半年完成设计，下半年第3季度正式发布之后，第4季度就正式开始交付。长鹰汽车的第1款车虽然还在紧锣密鼓的设计中，但它的基本定位已经非常明确，就是一辆售价在25万到35万区间的新能源中大型 SUV。 在华夏市场， SUV 的关注度一向很高，很多崇洋媚外的车评人最喜欢阴阳国人的喜好，说国人不懂车，买车不看别的，只看大不大，不像老外精通汽车文化的，更喜欢操控感强的小车。其实这种言论在叶晨看来就是纯粹的放屁。华夏人为什么喜欢大一点的车？那是因为华夏大多数有车家庭只有1辆车，中年牛马存钱买了1辆车，不但要兼顾自己和老婆上下班，接送孩子放学，还想兼顾一下偶尔3代人一起自驾游。所以车不但要能拉人，还得有足够大的空间拉行李。那些赚着国人的钱，跪舔国外又阴阳国内的车评人，难道没动脑子想一想，欧美国家一个家庭至少2辆车，有的甚至3辆车，他们自然可以随便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进行车型的搭配。而且这些垃圾人明明知道，美国市场上卖的最好的车型之一就是巨大且极其能装货的皮卡，为什么从来没听这帮人吐槽美国人不懂车？现有国情下，如果一个家庭只能拿出5万元买车，自然买紧凑又便宜的小型车。
如果能拿出20多到30多万，实用性强的 SUV 必然是首选。雷米的 SUV 一天就卖掉20-30万辆，足以看出 SUV 在华夏中高端汽车市场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让长鹰汽车最快速度走向世界，叶晨甚至已经做好打算，等长鹰汽车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之后，就用回春丹开路，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助自己搞定美国的生产和销售资质，收购一家具备足够生产力的美国车企，比如通用或者福特，再让伯纳德·埃尔诺出面搞定法国标致这种品牌，然后整合成长鹰汽车的海外生产基地。叶晨虽然不懂造车，也不懂卖车，但他知道这个牌子使用自己父亲的名字命名的，自己必须竭尽全力，让它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汽车品牌。这次的春晚，长鹰汽车的元素并没有像之前那些赞助商一样无处不在，他们一会儿搞植入，一会儿让主持人不停见缝插针的搞口播，一会儿又搞个红包雨来增加存在感。长鹰汽车虽然也花了一样的钱，但只做了2个广告，一个是让主持人预告了长鹰汽车的新车发布时间，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红鹰的无字版 logo 出现在节目单的尾部。低调、克制是长鹰汽车这次冠名的基调。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如流水线般稳步且精准地不断登场。虽说春晚的喜剧类节目年年倒退，但因为从来没有尝试过，在餐厅里和几十位同胞一起过除夕，每个人也都有了很强的新鲜感。而且有些时候，人的笑点会随着人数的增长而降低，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人拿手机看脱口秀视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现场的观众却都笑得前仰后合，现场的气氛毕竟还是更好一些。只是让叶晨没想到的是，春晚竟然还有一个没有提前公布名称的神秘节目。当主持人出现在荧幕上的时候，他微笑着说，以往我们每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都会在晚会开始之前将节目单公布出来，不过这一次我们节目组并没有把节目单完全公布，因为我们一直在直播开始的前2天还在为这个节目积极争取。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节目终于可以在春晚的舞台上跟大家见面了。主持人几句话就把大家的兴致都调动了起来。春晚不管节目好看与否，在节目的组织安排上一向非常严谨，为了确保0点的敲响新年钟声中的不受影响，前面的节目必须精确到秒，谁要是故意延长或者缩短自己节目的时间，都会被导演组拉黑，以后再没机会登上这个舞台。所以春晚的节目单和时间基本都是提前半个月以上就完全确定了，然后才会根据这个节目单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彩排。那到底是什么神秘的节目，能让春晚节目组一直争取到演出开始的前2天才确定呢？这无疑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和以往春晚的谨慎风格截然相反。就在所有人疑惑不已的时候，主持人继续说，前段时间有一首歌频繁登上各大网站的热搜，这首歌就是我国实力女歌手顾秋怡与国际巨星塔瓦纳斯维特共同演唱的那首《刺客》。喜欢顾小姐的应该都知道，顾小姐在今年所有告别演唱会开完之后就会退出演艺圈，所以我们导演组几次争取，终于赶在顾小姐退出之前邀请顾小姐再次登上春晚的舞台。现场的观众已经发出尖叫和惊呼，在以往的春晚舞台，这么狂热的现象还很少出现，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更是兴奋难耐，哪能想到顾秋怡还能再上一次春晚。这时主持人笑着说，接下来有请顾秋怡为我们来带那首《刺客》。舞台再次切换成了古风，身穿一袭古代长裙的顾秋怡登上舞台。即便是在这个马尔代夫海岛上的餐厅，很多观众依旧兴奋地连连拍手，肖长坤也高举双手不停地拍动，笑着说，哎呀，这首歌前段时间是真的火啊，昨天斯维特小姐还在酒吧唱过这首歌。肖初然抿着嘴，表情复杂，一言不发。叶晨没顾上关注肖初然的表情变化，
他盯着大屏幕，好奇地看着顾秋怡的红色披肩，或许不能说是披肩，更像是一条红色长缨，丝绸般的材质从她的肩膀穿过两侧手臂，长长的红色绸缎在两侧身后迎风招展。这是长缨啊！叶晨知道顾秋怡也在用她的方式向自己的父亲表达她的敬意。这一幕原本可能只有叶晨看得出其中隐含的意味，但叶晨没想到一旁的萧初然也看出了顾秋怡的用意。两人的家庭是世交，又有婚约在身，顾秋怡又苦寻了叶晨这么多年。萧初然觉得此刻台上那个肩披长缨的顾秋怡才是叶晨真正的情感归宿。